我千里迢迢来到上海，进入丰腾，认识了齐帅，这算不算是一种缘分呢？他是总监，我是助理。哎，这就好比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星星啊！要让他正眼的看上我，那还真是要有逆天的奇迹呢。我是相信奇迹，但我不相信奇迹会发生在我身上了。徐珊珊，你在想什么呀？我怎么会想到老板呢？虽然能坐上老板的跑车是个奇迹，但是老板那么冷血无情，一定是非我族类。徐珊珊，醒醒吧！你不要总是想着这种不靠谱的事情了。现实是你就是一个小小的财务助理，扮演的挑菜工角色的财务助理。每天中午都让我到办公室挑菜，全集团都知道了，我还要不要做人呀？挑好了。老板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财务助理，你有那么多秘书呢，就比如说阿妹聪明伶俐，啊，像挑菜这种高难度的技术活，她再合适不过了。那挑起菜来一定是如有神功，闻准狠毒。可是阿妹是哈佛毕业，你觉得你跟她挑菜这样的工作，谁更适合？我最适合。继续。哎呀，完了！不行，要死了！快！让你们家主太多。哈佛毕业的挑菜就可惜，我挑菜就不可惜。我这10根芊芊玉指，将来是用来指点江山、宏图大业的。让我来给你挑菜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。丽娜，帮我请一个纯语老师。好的。我走。老板，薛小姐今天重感冒，不方便上来用餐。好。等等，你要给你找的资料。哎，我是听说，最近你的午餐都是跟薛珊珊在一起吃啊？然后呢？还然后呢？你也太不够哥们儿了吧！我可是惦记你们家厨师的手艺很久了，你怎么不给我带个盒饭啊？你应该不缺女孩陪你吃饭吧？我估计如果我排队的话，应该排到下个月了吧？那么想吃我们家厨师的饭，去我们家吃啊。陪我吃饭的女孩呢是不少，
但是陪你吃饭的女孩就一个薛珊珊啊，你不会真的喜欢上人家了吧？行，不问了，问多了反而坏事儿。你要想告诉我呢，肯定会跟我说的。不过我提醒你啊，你们这个午餐的单独约会太特别了，搞得整个集团里面都流言蜚语的。这个薛珊珊可是还没有过试用期啊，收着点。我猜啊，薛珊珊今天就是这样感冒的吧？就是想好好吃个饭，有那么难吗？口气清新。好香啊！好久没有吃到这么香的面了。穿这么傻，你也不怕着凉？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面了。方便面也能吃得这么开心，真是没心事。太香了，终于告别猪肝了。吃饱了。还真会装。陈娟，你要辞职？是的，我考上了 CPA， 准备进入会计师事务所了。你考上 CPA 了？你准备了多久2年。好棒啊！恭喜你啊，陈娟。哎呀，你这个也太突然了。科长，您放心，我呢会做到年底，你有充裕的时间找人的。陈娟，恭喜你啊！你真的好厉害。我知道，我向来呢是靠实力的，不是靠关系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还没营业。我是薛小姐，冯小姐，好久不见。下班啦？平时爱不爱逛书店啊？还行吧。其实我是看着你进来，我才跟着你进来的。真巧啊！下次我们书店开业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过来捧场哦。这里是枫叶小姐开的书店啊。这个书店呢，是我跟我姐妹淘一起开的，现在已经到第3家店了。我其实只是投资，也不太管事儿。我姐妹淘去德国了，选书，隔2天就回来。最近装潢嘛，我就帮忙盯着。哎，你看这儿挺大的吧？我还准备卖咖啡呢。原来枫瑶姐去欧洲就是为了书店的事儿啊。
果然，你们成功人士都是全世界各地到处跑的呢。欧洲啊？大老板说你去了欧洲啊？对呀，我就是去了欧洲，我昨天刚回来的。你看这时差，真的，哎呀。凤小姐，我真的是每天都期盼着能见你一面呀。真的？我想可能大概是你太忙了，还没来得及交代。那个，其实就还是上次的事情啦。能不能拜托凤小姐以后别再拜托别人给我送盒饭啦？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财务助理，真的是承担不起的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是我忙忘记了。我出国之前啊，应该交代大厨不再给你送盒饭的。这段时间真的是难为你了。你看你都没有跟自己的好伙伴一起吃饭聊天，是吧？也是，其实咱们集团员工的餐厅菜色都特别好，干净卫生，营养均衡。好的，我记下了，我回头就跟大厨说。谢谢冯小姐。哥，你来啦。大老板。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珊珊经过这里，我让她进来陪我坐坐。那个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，你们慢慢聊。大老板再见。哎，你们等一下，薛珊珊。大老板。你感冒好了？啊？还没好呢。你可离我远一点，我可不想传染给你。如果传染给你的话，那罪过就大了。所以那个挑菜可能也……知道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安心的上班，不需要再帮我挑菜。好好的保重身体。就是说，我以后再也不用上楼吃饭，再也不用挑菜，我就这么解脱了。最后一次帮老板挑菜是什么情景啊？你看上哪个菜了？要吃自己夹。你的意思是你不夹？让我帮你夹。有什么话慢慢说，不用着急。今天这个牛肉不错。啊？今天这个牛肉不合你的胃口？老板，那个，我怎么能抢你的菜吃呢？牛肉这么好吃，那你多吃点吧。没关系，你多吃一点。好，那我就不客气啦。老板，汤匙算工伤吗？你这是帅还是不帅？薛珊珊，对不起。原来那是最后一次帮老板挑菜啊！解脱的感觉！
你怎么还给薛小姐送饭呀？不是你让我送的。哎，我满月酒的时候介绍那么多名媛给你，你谁也看不上，唯独挑了薛小姐做身边啊？因为她是你恩人。太伟大了！哥哥以身相许，替妹妹报答恩情，好感人呐！从我进丰城以来，没见过这么潦草的报表。就算你打算离职，当一天和尚也该撞好一天钟。这是考上 CPA 的水平吗？薛珊珊没有给我数据，报表当然不完整。珊珊，你没有给陈娟资料？我已经给了。半夜12点才寄给我的资料有用吗？难道我就活该半夜起来做报表是吧？那是因为……对不起。一句对不起你就想蒙混带过？明知道丰城是讲究高效的，既然你学历没有别人好，那你为什么不想办法跟上别人的速度跟效率呢？动作慢还错误百出，你想让我忍耐你多久呢？我是要走了，可你有必要这么敷衍我吗？还想让我替你背黑锅啊？哎，陈娟，不要这么说。科长，我是要走了，可是凭我在这个岗位上4、5年的情感，我不得不说，薛珊珊还在试用期，你也不是不知道她是全凭关系才进来的，您是否应该谨慎考虑一下一个不适用职员的去留问题？我之所以下定决心去会计师事务所，也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集团对职工的素质要求大不如前了。科长，您优秀了15年，还是个科长，一个助理呢，光凭些关系就能够松懈怠慢。如果集团把关系看得比实力重，那我继续留下来，恐怕也是前途堪忧啊，科长。如果没什么事儿，就先走了。薛珊珊，怎么了？哭成这样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跟我说说，谁欺负你了？哎呀，行了，别哭了，行了。
大熊猫了啊。没关系，我会转告琳达说报表晚一天交的。哎呀，真是的，珊珊根本就是吃闷亏了。陈娟要的数据也不全从她那来的，居然当所有人的面对大发脾气。什么报表？财务部报表啊。老板是财务部的报表，说是要晚一天补交。啊，大老板，刚刚齐帅有事情找您。知道。你以后注意点，上班时间不要乱讲八卦，又不是不知道大老板最讨厌人家说长道短的了。可我也是打抱不平嘛。啊，那要不要给你颁一个年度最佳八婆大奖啊？再举荐你去八卦周刊上班呢？宝峰腾喜欢什么东西？需要你承让吗？你说你不喜欢人家，对不对？行，那我去追。职场压力大，有些同事吵起架来，就是会口不择言。你要是往心里去啊，那就是你傻。齐帅，你知道老板为什么要我挑菜吗？我一开始老被科长骂，他说我看起来蠢得像头猪，应该连试用期都过不了。你说，是不是因为我给风小姐献过血，老板不好让我走，才会想到这个奇怪的工作给我呀？你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？是，你是对风小姐有恩，但是报恩的方法有很多种吧？风家有的是钱，有的是办法，怎么会录用你来报恩呢？况且身为一个大老板，怎么会管到一个小助理的去留啊？你这话要是让别人听见了，还以为你变相往自己脸上贴金呢。其实就算是我不认识的人要我献血，我也会义不容辞的，我不需要有任何回报。没想到风小姐帮我送盒饭，竟然惹来这么多的闲言闲语。我知道，我不应该怪老板，也不应该怪风小姐。嘴巴长在别人的身上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唉，看来科长说的没错。像我这种脑袋缺根筋的人，真的很难在职场上生存。你确定你脑袋只少1根筋吗？行了行了，别郁闷了。简单也有简单的好处嘛。像你这么简单善良，有些人啊，就是喜欢像你这样简单善良、特别的好女孩。你只需要好好的做自己，对自己有自信就行了。齐帅，这是在暗示我吗？那你觉得我特别吗？当然特别了。这个世界上没有2片相同的叶子，当然也没有2个薛珊珊啊。你就是独一无二的。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怎么了？喂，你等等我啊！你骑那么快干嘛？今儿怎么了？喂，哎！哎，你以为你参加环马赛啊？啊！我追你都追出心肌梗塞了。你中午在楼梯间干嘛？楼梯间？啊，你看到了？
你说丰腾吧，虽然是一个高效率的公司，但是把员工逼得那么委屈、痛哭流涕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哎。他躲着你回来哭，很委屈吗？你吃醋了？吃醋？真好笑。我只是好奇，怎么有人会在公司里边搂搂抱抱呢？那我们可不止搂搂抱抱啊，我们还单独约会出去喝咖啡呢。你要不给我打电话，我们现在在一起，聊完人生聊理想，聊完理想聊爱情。玩真的呀？我们在一起聊你呢。不是我说你啊，哪有像你这么追女孩的？我跟你说，追女孩的方式啊，很多都很老套，但是就是屡试不爽。你用的是哪一招啊？每天把薛珊珊叫到你办公室去跟你一起吃午饭，你除了给珊珊招来一堆闲言闲语，还有什么用啊？你现在都快把珊珊逼得在公司待不下去了。我就是吃个饭，怎么了？还就吃个饭怎么了？你以为你是一个屌丝男，没人搭理啊？你可是高富帅大 boss， 跟你吃个饭多了不起啊？还是你觉得你身为大老板，你拉不下脸来追人家？怎么了？说中了是不是？珊珊她的确很特别，跟我身边其他女孩都不一样。她很单纯，也很可爱。不过就是因为我是老板，人心隔肚皮，我不知道我们交往了以后，她会有什么样的变化。哎呀，你说你哈，我们这么多年哥们儿，我不激你一下，你就是不跟我说实话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人哪有不变的？你看他怎么变，变化不一定是坏事。我也能理解你，身为丰腾集团的唯一继承人，谈恋爱呢是应该小心谨慎一点，但也别太过了，你这样会伤害人家的，知不知道？你要是真喜欢人家，那你就追，别想那么多。哎，我手机呢？都半夜11点了还加班，这姑娘还真较劲。珊珊，薛珊珊，珊珊，哎呀，快醒醒醒醒！哎哎，你怎么在这睡着了？杜凡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？几点了？都半夜了，还几点了？哎呀，11点多了！开灯呢！哎呀，门！我刚有给你打电话，你不接啊？杜凡，
我就告诉你，你给大老板的妹妹献过血，也就是说你对大老板有恩。你现在遇到困难了，他出来帮你整整这些人的嘴，怎么了？他肯定帮你啊。恩情这种东西，就是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亲爱的，你彻底算错了。你以为大 boss 真的有情有义啊？就连送完晚饭都要我付出劳动力来交换的。别看他平常沉默寡言的，其实心里面的小算盘打的是噔噔响。我那几百 cc 的血恐怕早就不够用了，别说恩情了，恐怕现在已经是负血量的状态了。我跟你说，他要是忘了，你提醒他不就完了吗？哎不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以后坚决跟他不能有任何瓜葛。他吃他的私房菜，我啃我的午餐包。哼，而且我还要给齐帅争气。齐帅？哦。我今天看了一下午的资料，我觉得心里面特别有成就感。等我喝完这瓶蓝雪人的超能量，我就能原地满血复活。来吧，都预祝我的成功吧！我觉得我的体内顿时又充满了力量。薛珊珊，加油！那我去睡觉了哈。吃饭了，谢谢晚上恭喜恭喜恭喜啊！薛珊珊，我睡觉。太好了！哎，你们也过来。